姬子。啊，对了，我这边刚好有些档案想找你签字确认一下。抱歉，有什么事放学以后再说吧，我在赶时间。第一节课就迟到，总归不太好。我先走了。迟到？什么迟到？等等，现在离上课时间还有1个小时呢。哎，你再好好看下时间啊！哎，都已经是老师了，可不能再这样迷迷糊糊的了。放心吧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看你这么匆忙的样子，一定还没吃早餐吧？给你，我手里的这份三明治，你就收下吧。这应该是学院长您自己的早餐吧？我还是不用了。好啦，别客气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给学生上课嘛。那就先谢谢学院长了。绿色的三明治，还挺特别的。这是我自己做的三明治，里面夹了特别制作的馅料，在市场上可是买不到的。难怪，我以前在女武神冲锋队的时候，从没见过这样的三明治呢。对了，说起来有件事我一直很好奇，姬子，你为什么会决定来圣弗雷亚学园当老师呢？明明当时还有很多选择，比如留在总部，亦或是继续调查父亲的下落，为什么偏偏选择成为老师呢？学院长觉得很意外吗？感觉不太像你的风格，我以为你不会对老师这个职业感兴趣。坦白说，我以前的确从未考虑过去做老师。学院长，你想听一个故事吗？那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故事。那次任务紧急，而大部分有经验的女武神又身负重伤无法战斗。我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接到命令，坐上直升机连夜前往现场。你也知道，对于一个只会背书本上的知识，没有什么实战经验的新人来说，初次执行任务就遇到那样紧急的状况，会是多么的不安。我永远都无法忘记，那天晚上窗外一片漆黑，机舱内没有人说话，频频发生的崩坏事件让所有人都疲倦不堪。在飞向任务地点的途中，我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，绝望又恐惧。我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份任务。说来可笑，明明是女武神，明明经历过无数次模拟作战，但我却浑身僵硬又冰冷，连手也抖个不停。我记得那时，队长在我身边坐下，递给我一杯温水。他说，虽然对抗崩坏是女武神的职责，但是感到害怕是正常的，不要逃避，直面恐惧往往是战胜它的最有效方式。他说，在到达目的地之前，安心的睡一觉吧，一切交给队长就好，我会照顾好你们。他说，要永远满怀希望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。虽然只是短暂的几句交谈，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无疑是一剂强而有效的镇定剂。我一直在意着过去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要看看未来。未来这个词仿佛充满希望，令人心安。后来我决定成为一名老师，将这份希望传递下去，实现队长的梦想。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但希望并不会就此熄灭。我想像队长一样，引导那些懵懵懂懂的孩子，鼓舞着他们去改变未来。说起来，队长的训练方式实在是太严厉了点儿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是不会经常罚我的学生做500个俯卧撑的。相信我，学院长，我会保护好每一个孩子。以你的实力来看，我也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。不过最让我担心的还是教学部分。我记得姬子你并没有什么对付学生的经验吧？这个嘛，我觉得应该还好吧。那你说说，要是学生不好好听课怎么办？那就不听好了。一节课时间那么长，谁还没有个走神的时候？要是学生逃课出去玩怎么办？一定是因为课程不适合他的缘故吧。那我就陪他一起玩，去了解他，直到找到他感兴趣的方向为止。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学院长，你怎么一直在摇头啊？这样真的能行吗？唉
算了算了，以后你就知道那帮熊孩子有多难搞了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记把这个给你。教师手册。可以在上面写一些工作经验或者班级日志之类的。总之，这是给你的入职礼物，欢迎你成为圣弗雷亚学园的老师。谢谢学园长。说到入职，我还特地准备了这个。这该不会是酒吧？不愧是学园长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这是我在某次执行任务中偶然获得的好酒，据说是一位富商收藏多年的珍品。把它给我。原来学园长也对酒感兴趣吗？不如今天放学后我们一起喝一杯如何？哎，学园长，你怎么把它收起来了？当然是没收啦，校园里禁止饮酒，知不知道？啊，那可是难得的好酒啊！不管是好酒还是坏酒，总之，圣弗雷亚学园禁止出现任何酒精制品。当老师就要有老师的样子。好吧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。身为老师，要给学生们做好榜样才行。说的也是。这样吧，放学后你到办公室找我，我们一起去吃点好吃的，我请客，怎么样？庆祝你成为老师。好，既然学园长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推辞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快到教学楼了，去上课吧，我就不陪你进去了。那么我们晚上再见。晚上再见，姬子，第一节课加油。放心吧，学园长。无量塔姬子真的适合当老师吗？唉，看来以后有必要把禁止带酒进校园这一条写进校规里了。啊，糟了，又忘记让他在档案上签字确认了。只能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再说了。没想到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要不是整理办公桌，说不定也不会发现这份档案。我记得那天放学后，我们去了一家很好吃的店，边吃边聊，完全忘记了要签字确认这回事。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，你说圣弗雷亚学园哪里都好，就是缺一个屋顶泳池。你还说，总有一天，要把所有的学生全都培养成能独当一面的女武神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明明没有喝酒，却都有些晕晕乎乎的，说了很多不着边际的大话。知道吗，妻子，你现在呀，已经是个很优秀的老师了。